又融了5個億，但賈躍亭可能永遠不會回來了。自從2024年以來，身在洛杉磯的賈躍亭至少騙我們說過6次自己一定要回國。第一次是在2024年4月，他隔空喊話，周鴻祎表示早日還債回國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夢想。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的一場直播裡，他面對10幾萬名粉絲承諾，直播間的所有收益將全部用於償還債務，回國是自己後半生必須要完成的事情。第三次是在年底的一場企業年會視頻連線上，賈躍亭難掩對故土的思念，甚至給出了一張具體的時間表，2年內再還掉7、8億美元，我就能回國了。到了2025年4月，他又极為嚴謹地公布了回國的2大硬性前提：一是造車事業取得實質性成功，2是徹底清償個人債務。緊接着11月，他在推出個人第2個債務信託時，再次坦言，這個信託的成立將大大加速自己回國的進程。最近的一次是在2025年的跨年夜上，賈躍亭親自翻唱了一首汪峰的《北京北京》，略带沙啞的歌声，再配上落寞的神情，唱到情深處，眼角甚至閃過了一絲真實的淚花。如此高頻且真情的表態，有時候甚至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，難道這一次賈會計真的要回來了？然而嘴上的情懷喊得再響，冰冷的財務數據和現實卻從來不會陪着演戲。如果我們翻開法拉第未來這幾年的真實成績單，就會得出一個結論：賈躍亭大概率一輩子都還不上那些天文數字般的債務，更別提買那張回國的機票了。首先讓投資人絕望的是法拉第未来在二級市場上的仙股表现。自從2021年套壳上市以來， FF 的股價長期在幾分到幾毛錢退市的紅線邊緣掙扎。為了保住納斯達克的上市資質，避免被強制清退，賈躍亭在資本市場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令人叹為觀止的合股大法。从最初的80股合一股到240股合一股，再到40股合一股，直到上個月再度祭出150股合一股的極端方案。幾年下來， FF 累計縮股的倍數竟然高達上百萬倍。算一筆最簡單的賬，如果你在2021年法拉第未來上市最高點時買入了100萬美元的股票，那麼經歷這一輪接一輪的合股与陰跌後，你賬戶裡剩下的資金只有30美分。法拉第未來的神奇之處在於，無論你在什麼時間點買入，它最後都能幫你虧掉99%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這邊國內債主和散戶虧的底褲都不剩，大洋彼岸的賈躍亭卻過得極其滋潤。財報數據顯示，在公司深陷泥潭的2025年，賈躍亭不僅沒有降薪共克時艱，反而漲薪了。他從 FF 領取的年薪高達208萬美元，折合人民幣超過1400萬元。比起資本市场上的數字遊戲，線下的實業交付更像是一場荒誕的喜劇。前不久，有海外博主實地探訪了 FF 位於加州漢福德的制造工厂，那座曾被賈躍亭描繪為顛覆特斯拉的現代大廠，如今一片死寂，地上散落的雜物。面對全網關於停工跑路的質疑， FF 官方給出的回應依舊從容，沒有跑路，只是換了個地方辦公。那麼這台號稱集奢華與科技於一身的旗艦車型 FF91造車12年來到底交付了多少台呢？官方数據顯示，截止到目前，其累計交付量僅僅只有可憐的11台到14台左右。更諷刺的是，這些僅存的訂單裡，1台留給了賈躍亭自己，其餘的大多數以公關的名義交付給了好萊塢影星公司、網紅或者租車機構，在普通消費市場上的交付幾乎為零。至於賈躍亭去年高調發布的第2品牌 Friday X， 發布會上號稱預訂量瞬間突破1萬台，可是1年多過去了，實際交付數字依舊尷尬的定格在0。造車的故事講不動了，賈躍亭又敏銳地盯上了當下最火的新風口——智能機器人。今年以來 FF 的畫風突變，不再把精力放在汽車上，而是敲鑼打鼓的召開發布會，一口氣推出了10幾款所謂的自研具身智能機器人。在剛剛公布的2026年第2季度財報中，法拉第未來迎來了久違的狂歡，單季營收達到83.6萬美元，同比去年同期5.4萬美元，暴增超過14%。為了慶祝這來之不易的成績，賈躍亭甚至在解讀財報時發明了一個新詞：單品正毛利。對於一家正常的企業來說，賣一件東西售價高於成本，原本是維持生命最基本的底線。但是对於成立10多年、燒光了幾百億資金的 FF 而言，第一次在賣機器人上實現了毛利轉正，居然成了史詩級的重大突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截止到7月底，這批機器人累計出貨394台，其中7月份單月出貨152台，創下歷史新高。在嘗到甜頭後，賈躍亭在8月初再次興奮地對外放話，由於機器人業務發展過於迅猛，未來不排除單獨拆分上市的可能性。如果這一計劃真的能夠成真，賈躍亭將締造全球商業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奇觀。在個人信譽徹底破產、官司纏身的前提下，一個人同時在美國資本市場坐擁3家上市公司。然而還沒等市場回過味來，國內的產業鏈人士很快就扒出了真相。所謂高科技自研機器人，其核心參數幾乎與國內某知名機器人廠商成熟產品一模一樣。說到底，這只不過是一場在國內採購核心硬件，拉到美國貼上 FF 標籤的資本套壳秀而已。2026年上半年，法拉第未來的净虧損依舊高達8128萬美元，折合人民幣近6億。但是商界最魔幻的地方恰恰在於，即使車造不出来，主業巨虧，賈躍亭那套畫餅造夢的說辭卻依然能夠找到買單者。財報顯示，今年上半年 FF 通過融資活動獲得的淨現金流入高達7637萬美元，折合人民幣約5.15億元。谈到這裡，如果你再問我賈躍亭這輩子到底還會不會回國，從情感角度來講，我們當然希望他能堂
堂正正的走下飛機，把曾經欠下的供應商款項、員工工資和股民的心血一一還清，讓那些苦苦等了近10年的債權人能夠踏踏實實的睡上一個好覺。但是從商業規律和現實邏輯來看，這顯然只是一個美好的童話，一個習慣了用一個新概念去掩蓋舊窟窿，靠着不斷合股蹭熱點換賽道來苟延殘喘的資本操盤手，他的回國承諾從始至終都不是一張具體的行程单，而是用来維持個人 IP 熱度、吸引下一筆風險投資的手段。那個曾經在5棵松體育馆高喊讓我們一起為夢想窒息的賈會計，或許已經從2017年他登上赴美航班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經注定了留在那座由 PPT 與資本泡沫組成的海市蜃楼裡再也回不來了。